我打火机呢？等战宇的案子结了再给你。这个破地方，老子算待够了，以后再也不来了。那可真说不好，不定什么时候发现新的证据，咱俩又得在审讯室见面了。配合警方破案是每个公民的义务。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叫我。不过，这应该是赵警官第一回抓错人吧？我也能够理解，人在高压之下很容易犯错。我很荣幸成为您的第一回。看来你后面的压力就要大了，全国人民都等着你抓到真凶呢。这是我分内的事儿，也就不劳你操心了。但有件事我得提醒你啊，案子结之前，你是不能擅自离境的。我明白。回头我跟小欧的蜜月旅行就定在新疆的喀纳斯。我听说那儿的景色不比欧洲差呀。手续办完了，赶紧走吧。好。那咱们俩再也别见。一会儿见着人干嘛去呀？打个招呼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呀，还能干嘛去啊？别装了，你在法庭上说那些话让我都起鸡皮疙瘩了。这么久没见，是不是得干柴烈火呀？你瞎说什么呢？我就知道你们所有人都在。这世界上没有我，是不是太无聊了？你别说，没你这评审，我还真挺不习惯的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许你们在法庭上公然表白，不许我们秀恩爱啊？可以啊，老冯，看不出来。哎，行，别打我开涮。怎么了？那天我就在法庭上看你一瘸一拐的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儿。什么没事儿啊？他为了你做实验拍录像，摔了特别惨的一跤，爬起来就跑，这都是为你啊，妍姐。冯大哥夸张了，就一点小伤。这怎么能是小伤呢？严姐，你看我们家小欧都被你伤成什么样了？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儿，你得表个态吧。米娅说的对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你要是再不表态，我们大家都不会放过你。哎呀，那行吧，我表个态。难得今儿人比较齐啊，我请大伙到1/3吃一顿好的，都得去，不可以请假，谁不去我会难过的。躲什么呢？我哪儿躲了？我是真的要上厕所。刚才参军员工欢迎严谨的时候，大家都在那儿喊喝喜酒，喝喜酒，把你喊得脸都红了。怎么样，心里是不是特高兴？你有完没完？没完。看看你这脸色，好不容易见到严谨，你也不知道打扮打扮。最近为了这个案子，整天提心吊胆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喘，没有时间捯饬自己。抹口红气色能好一点。我有预感啊，今天晚上严谨没准会有什么动作。你别瞎说，他刚出来，今天晚上都是他朋友，你别瞎起哄。不信咱们就走着瞧。2楼啊，罗旺斯房间。
白酒，坐。哎，这是老冯的位子，你坐这边。快点儿。行，酒上来了。坐哥。人齐了啊，坐坐坐。行，那我先说两句。这一年啊，发生了太多的事儿，也不知道从何说起。总之，这大半年，我让大家操心了。这第一杯啊，我敬你们所有人。来，来吧，来，干杯！少喝点儿。我说，没事。大哥，这身体还行？不看见了吗？好着呢。你这个当兄弟的，他出那么大事儿，你都没看看他。有什么事儿啊？严谨当时忙着呢，来不了。好在案子破了，你也醒过来了，嫂子又把你照顾得这么好，嫂子辛苦了啊！这一杯酒我敬你们两口子，来，我的亲妹妹，打住，甭跟我矫情。好，那我过了啊。为了核实这段视频，法院找了武警特种部队最优秀的战士去做实验，时间和路线都没问题，严胜的论点是站得住脚的。如果说严谨不是凶手，那凶手是谁？是他说的这个刘伟吗？目前刘伟的嫌疑最大，严谨说过，这家伙是个亡命之徒，况且禁毒支队到现在都还没有他的下落。但是现在没有证据指向刘伟，这点也挺奇怪的。据严谨所说，凶手的目的不是战宇，就是严谨他自己。且案发前后的时间来看，刘伟就是严谨最大的死敌，而且只有刘伟有足够的杀人动机，且有能力杀死严谨。要说这官司能打赢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主要是小欧，是他不放弃，鼓励我坚持到最后，所以你好好谢谢人家。没错，严慎说的对，这事儿你真的应该好好谢谢小欧。如果没有小欧这大刀阔斧锐意改革，说实话，这1/3真的很难撑下来。哎，没，我这是随便支了个招。哎，一个一个来，着什么急呀？我这杯酒啊，我得敬老冯啊！你对1/3做的贡献，我都记在心里。这真是我应该的。来，大哥俩干一口。好。那个，今儿人都挺齐的，我有件喜事儿想向大家宣布，我怀孕了。哇！哎呀，这好事儿啊！真怀了？之前问你还一直不说，我这不是想给你们个惊喜吗？老冯，平时看你老实巴交一个人啊，你在生孩子这事儿上，你是有天赋的，一发就中。这什么呀？这不行！哎，冯大哥太好了，乐乐要有弟弟妹妹了。真的。真的。来，快走。行。那现在我的惊喜说完了，下面该严老板了。现在刘伟确实是可以作为这个案件的首要嫌疑人了，但是我们不能再犯之前那种想当然的错误了。这次让严慎在法庭上当庭翻供，狠狠地打了脸，我们确实输得心服口服。范彻，你再去调查一下严谨的周围，看一下他的社会关系里还有没有其他的仇人。另外，案发现场要重新勘查，证据要重新搜集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跟刘伟有关的蛛丝马迹。至于刘伟那边，我会去跟程副支队长联系的，看看需不需要我们增援。哎，头儿，那个叫小美人的女毒枭，我记得严谨说过，她是刘伟的心上人吧？没错。你说我们要不要找她聊聊？也许会有什么新的突破口。长夜漫漫，重点啊，不得放在最后吗？纪晓，咱们之间发生了太多戏剧性的故事，甚至差一点成了悲剧。但是有故事的两个人，老了以后才有下酒的，不是？对吧？对。那天在法庭上，你说的每一句话，
每一个字，甚至每一个表情，我都会铭记一辈子。说重点。小欧，今夜的你格外美丽，就好像这玫瑰花一样，艳丽、出众。茫茫人海当中，能让我遇到你，是我这一辈子莫大的荣幸。来，吃个虾吧。哎，你们也别干瞪眼啊！来吃啊，这虾好，来吃着吃，来，一人一个。来，老婆，自己来。来，吃啊！干嘛呢？你又干什么？哎呀，光顾着说话了啊！敬小欧的酒，咱还没喝呢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不行啊，咱走2个。来。来第2杯。哎，我就喜欢纪晓欧这股飒劲儿啊，豪爽。你左一句喜欢，右一句喜欢的，那你倒是说清楚啊。喜欢就是喜欢啊，异性间没有喜欢啊。我就喜欢跟纪晓欧当兄弟，做哥们儿。严姐，好。既然严总那么欣赏我这个兄弟，那我也得回敬你一个，不是？谢谢你刚才对我说的话，既幽默又感人，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。这杯敬你，干。一个不行，走2个，咱们俩也算有过命的交情了。这白酒不能这么喝。哎，行了，咱们说点正事儿啊。严姐，今晚不许再喝了啊！下午医生给我来电话了，明天一早我要送你去康复中心完成1周的康复治疗。啊，这刚出来又要管老子？哎，我在里头已经把毒戒了，我不去。你现在是身体上的戒断，必须要康复治疗。一来呢是避免复吸，二来要从心理上彻底戒断。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身体上，我都已经戒了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是你说的对，还是医生说的对？是老程说的对。你好好关他1周。这可是大事儿，严姐，你一定要去。1周可能不够吧？我觉得严谨现在这个疯癫样，怎么着也得1个月。哎呀，我这刚出来又让我进去，你们舍得吗？舍得。在家戒不是不行，但是得有人监督啊。要不这样呗，严慎，你就负责监督你哥呗，封闭式戒毒期。不了，谢谢。我要在家睡个3天3夜，没什么事都别来找我啊。我看要不让小欧监督吧。我看行。严老板，我们小欧呢可是出生在医生世家，像什么测个血压啊、量个心率啊，这都没有问题。也实在是没有别的人选了，就只能是麻烦小欧出马了呀。我才伺候不了严大少爷呢，我还有似水流年要打理。哎呦，似水流年交给我呀，我在休假呢，看个几天没问题。好主意，啊，小欧最合适了呀。对啊。好吧，我来监督你呀，似水流年就交给你了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小欧，严谨就拜托给你了，这7天一定要寸步不离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这下你就放心了。哎呦，好，来，妹妹。瞅你喝的，你今晚干嘛那么对人纪小欧啊？我都替你臊得慌。这个效果那就对了，我必须得让他难受、失落，对我痛恨无比。为什么呀？
为的就是回头我给他一个大惊喜，这叫欲扬先抑，你懂不懂？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！方尼亚他们确实是好心，可我这刚出来，花也没有，连个像样的礼物我也没准备，那怎么跟人求爱啊？那是我严谨办的事儿，还求什么爱呀？你直接求婚！求婚，我不得准备钻戒啊？啊，我人生中唯一一个求婚钻戒，那必须得完美。你就不怕人纪晓欧真急了，回头你连求婚的机会都没了？可能吗？那纪晓欧对我什么情感，你又不是不清楚啊。之前那个大风大浪都熬过来了，我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恶作剧，他就接受不了了，怎么可能？你们太小瞧这个丫头了，她呀，那就是一瓶烈酒。那你这一星期岂不是要遭殃了？怎么可能啊？我这刚出来，那纪晓欧心疼我还来不及呢，还对我下狠手，瞧着。报告机管教，距离目的地我的私人戒毒中心还有2公里。严姐，我可警告你，我是来帮你戒毒的，你最好少给我耍心。遵命。走吧。这栋怎么样？环境不错吧？当年我可是跋山涉水找了很多地方，都觉得不满意。最后就是站在这儿，看到远处这片风景，唉，我心一下就化了。你看这明湖多漂亮！话还没说完呢，看一看再走啊！赶紧开门。行吗？其实我很少有时间过来住，但会有人每2个礼拜过来打扫一次。我先声明一下，这个地方没有其他女孩来过，就严慎来过1回。房子这么大，这不是给我添麻烦吗？你躲起来我都找不到你。我不躲啊，我天天围着你，我还来不及呢。干嘛呢？手拿开。那什么，参观一下吧。怎么样？装修风格还满意吗？哇，哎呦，你床垫真舒服。哎，你躺下试试。你想多了，我住你旁边那间。那你怎么监视我？白天我可以监视你，晚上不方便。但是有了这个，我可以随时看到你的画面。纪晓欧，你太丧心病狂了吧？还有没有人身自由啊？不过，就是喜欢被你控制。哎，这干嘛呀？这都录下来了，我有证据能告你耍流氓。好啊，你告啊！你请严胜来给你当律师，我给你掏律师费。那你得对我负责。我付你个头啊！我让你躺好，调整一下摄像头的角度。哎，你别走啊！楼上还没看呢。小欧，给我拿个雪糕。哎，扔它干嘛？这个你不能吃。这该买的东西我已经在网上下过单了。这7天你必须从生理和心理上彻底戒断，你吃什么做什么都得我说了算。小欧，这是干嘛呀？我让你干嘛就干嘛。
站过去。趴墙上，站好了。喂，这戒毒手机还怎么收啊？全封闭戒毒，听不懂全封闭的意思？转过身。衣服用不用脱？再对管教出言不逊，就罚你做100个俯卧撑。才100个？那就500个。报告机管教，我要休息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刚刚谁说才100个？这会儿就虚弱了。哎呀，折腾一天了，我真饿了。乖，你把这100个做完，我就给你开饭。吃什么呀？哦，忘告诉你了，你这7天只能吃素，就是为了给你清理肠道，彻底把你这1年积攒的毒素和垃圾都排干净。喂，严谨家什么样啊？你多给我发点照片。这严谨家是不是跟比弗利山庄似的？不就是土豪住的大房子吗？有什么好的呀？你不稀罕，我跟老冯去住啊。你都有老冯和孩子了，还惦记什么大别墅？严谨呢？你们俩没在一块儿啊？他洗澡呢。哟，听你这口气，你们俩是发生什么了？哎，这你那脑子里面除了男女之情就没点别的了？我说认真的呢，报复归报复，你好歹给人家留点机会。给他机会，你忘了他怎么虐我，怎么当众耍我的？我这个叫礼尚往来，让他看得到摸不到，天天惦记得不到，最毒妇人心。不过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可一定要注意尺度，这女人太强势，男人是会害怕的。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接受不了就请绕道走。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回头给你微信。我看看，真棒！怎么还没洗啊？水都快凉了。小心看到眼里拔不出来哦。我就是看看你是死是活，别一个不小心被我给练晕过去了。哎呦，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有点晕，胸口发闷，浑身无力，呼吸还有点困难。我倒要看看你能憋多久。机管家，你想摸就摸呗。我不是想摸你，我只是第一次看到你身上这些疤，有点好奇而已。他们啊，都是我的勋章。你要想听的话，我就一个一个的给你讲。但有个前提，你得陪我洗澡。哎呀，那你就别洗，10分钟后楼下吃饭，迟到1分钟就收餐。我真的有弟弟妹妹了，真的呀？太好了！我们班好多同学都有弟弟妹妹了，我可算有个伴儿了。高兴吧？
来，一人一杯牛奶，趁热喝了。爸爸，发育有了宝宝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一起去上海住了？啊，我之前答应乐乐带她去迪士尼乐园去玩，现在方阿姨怀孕了，她不能去了啊。没事啊，我也想去迪士尼，要不你请个假吧？你现在怀孕了，这头几个月非常关键，这不能长途跋涉。等生了，咱们一块儿去啊！赶紧喝了呀，啊！自己一会儿把睡衣换了啊！我听刚才乐乐说那话，是因为我怀孕了才一起去上海的。你理解错了，不是那意思。我的意思是吧？这去了上海，上海的工作机会多嘛，没准我还能找一个好的工作。最主要的是，这上海医疗条件好，我就是想给乐乐看看病。那你之前怎么没跟我说呀？就是一想，所以也没提这事儿。老冯，是不是我把怀孕的事说的太高调了？不是那意思，怀孕是好事啊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也是挺好的事儿啊。我只是担心乐乐知道这件事的态度，今天一看这高兴啊，哎，我就杞人忧天。那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？男孩女孩我都喜欢。那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呀？你要是这样的，我呢，一直想多攒点钱，再和你结婚。我就是怕你受委屈。哎呀，真好。你早几点起床？饭也吃不饱，总得让我睡个饱觉吧。你安心睡个饱觉吧，我会叫你起床的。晚。严谨，严谨，开门。严谨，起床了。怎么又睡了？这才几点？你不是答应我让我睡个懒觉吗？你已经睡了7个小时，足够了。赶紧起，洗漱换衣服，下楼晨跑。老规矩，迟到1分钟，多罚1公里。Take my hand in your hand, so I get to know all about you. 才4公里就跑不动了，不觉得给吴迪丢人呀？ To the other side, I have you in my head, round and round. There is no more to hold, and we can't help but fall in love again. I will protect you.
no one can hurt you. What if I become an incredible man? I devote myself to you, babe. 怎么了呀？跑不动了，跑不动了，浑身酸疼。头2天不带这么练的。给你5分钟休息时间。行，我渴了，我去买2瓶水。喂，你和严谨在一起是不是？没有啊。你撒谎！我刚从店里出来，小房都跟我说了，计较哦，你还没傻够是吧？你好不容易从火坑里走出来，你怎么又往里跳呢？什么火坑呀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就算他没杀人，他是缉毒英雄，你俩也不能在一起。他现在有毒瘾在身，你知不知道？妈，严谨吸毒是为了破案，是无可奈何。他之前在看守所已经很努力的在戒毒了，他已经快成功了。我做医生的，我知道这毒品的危害。就算他能戒掉，日后也有可能复吸。像他这样的例子，我见多了，后患无穷。你可不能把自己的未来赌在这种人身上。妈，严谨和那些吸毒人员的情况不一样，他最痛恨毒品，就算他死，他也不会复吸。我相信他。相信能管用吗？我还相信你爸能成为亿万富翁呢。我还相信你在30岁之前能结婚生子呢。有用吗？小欧，你听妈劝，一辈子长着呢，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。世上除了严谨之外，有的是好男人。你还是慢慢跟他断绝来往吧。妈，以前你误会严谨，发2句牢骚就算了，现在你明明知道我们俩的感情已经是不可能分开了，你说这些除了影响我们母女的感情还有什么用？我和严谨现在只是普通朋友，我是以普通朋友的身份帮他康复治疗，他体检合格我就一定回家，我保证这期间我一定不会干任何出格的事儿，没什么事我就挂了。给你。怎么了？没事吗？我没事啊，你休息好了。啊，我现在精神满满。那接着跑吧。是，尽管叫。该交代的我都交代清楚了，还有什么可问的？这是刑侦支队赵定辉副支队长，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跨年夜的当晚，你是跟刘伟在一块儿吗？对，我跟刘伟，还有严谨、吴峰一起喝酒吃饭，结束之后就各自散了。还记得几点结束的吗9点多吧。结束以后，刘伟又去哪儿了？知道吗？私生活上面的事情，我从来不过问。那我再问你一遍，知道刘伟现在藏身的地方吗？知道和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吗？杨玫瑰，难道你就不想替段瑞生报仇吗？刘伟和段哥，我跟刘伟，我和严谨，我们已经各自偿还了因果报应，没有什么仇可报了。
根据我们掌握的最新的情况，段瑞生的死跟刘伟有直接的关系。刘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忠诚。杨玫瑰，我劝你和我们积极配合，抓住刘伟，当年的事情就能真相大白。我知道刘伟在私底下是有一些生意，好像是在西南边境外的一个小镇上，但具体位置我不清楚。他在那边有很多黑道的朋友，其中有一个好像叫塞萨纳吧，其他的我都不清楚。段哥的死真的跟刘伟有关是吗？哎呦，季管教，我写的胳膊都快抽筋了。差不多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是不是被我的光辉岁月迷倒了？哎，这张什么时候拍的呀？哦，这张啊，孙佳玉离开武警特战队之前，我就记得那会儿，老程跟周爽刚刚结婚。那这个女孩是谁呀？不会是你的初恋女友吧？不是，孙佳玉的女朋友叫沈五月，啊，我们当时都一起玩的。五月，这名字好听。哎，那他现在……季管教，我肚子好饿，申请加个餐行吗？好，你等着吧。好嘞。坚持每天练声，对，来坚持每年会举办你不少乐会，对，这可能在也不知道警方有没有搜索到刘伟的消息。法网恢恢，只管把心放到肚子。你别说啊，那刘伟演我演的还挺像，我自己看都觉得像。你一个戏精，还吐槽别人？我怎么戏精了？你当初为了查案，假装喜欢我、追求我，甚至利用我，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。吃点水果，消消气。上天桥，全身的小摊儿，几分金银大鼓、钢琴大鼓、单弦儿。我伪装了自己的目的接近你，别有用心的待在你那儿，是我不对。总是你来这个伴奏，这是我们最理想的。但我真的没有假装喜欢你，是扎扎实实的动了心。
对我这个哥们儿动了心。叫佳宇了吧？其实我昨天也梦到那小子了，梦到他拉琴的样子。他的葬礼我也没参加，要不然明天你带我去看看他吧。小雨，我和严谨来看你了。佳宇，好久不见了。KK 和战宇真的很不像吗？你就当做 KK 不存在吧。我想这也是战宇的意思。如果不是生在那样一个家庭，他一定是一个令人骄傲的好孩子。坦白说，战宇的死，我也有一定的责任。如果跨年夜那天晚上，我愿意给他一次机会，跟他好好谈一谈，可能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。你为什么不愿意相信他？我之前根本无法理解他为了钱背叛我，直到我在里头遇到一个叫马林的孩子，他跟战宇很像，为了给爷爷救命的保险金，失手杀了人，背叛了死魂，从此失去了光明的前途。听完他的故事，我才知道，钱对于战宇而言有多么重要。一分钱难倒英雄汉，更何况他是个20出头的孩子，他是那个家唯一的支柱。战宇，对不起。如果有来世，希望小雨她能活得轻松一点，不需要被上天眷顾，但也不需要背负那么多的人间疾苦，只要平凡的活着就够了。战宇这一生虽然短暂，但也有在夜空中划过的耀眼瞬间，让看到他的人铭记一辈子。我的人生中还有过这样一个人。你说的是孙佳玉吗？看来严胜已经告诉过你我们三兄弟的故事了。他就葬在离这不远的地方，你陪我去看看他。儿子，小1年没过来看你了。放心吧，打火机我没弄丢，过段日子我肯定拿回来。这个墓碑上怎么就写了这些字呀？是为了保证这些英雄的家属不被毒贩跟踪报复。我刚进禁毒大队那会儿，认识一个老大哥。有一次他在伪装侦查的时候，不小心碰到他的丈母娘和女儿。女儿忍不住喊他一声爸爸。他虽然当场没有答应，但3天过后，他们家还是被灭口了，被煤气熏晕，活活烧死。缉毒警是一帮行走在刀尖上的人，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，因为他们面对的永远都是那帮穷凶极恶的毒贩。那些毒贩都是在用命换钱，没有什么人性可言。那你有害怕过吗？我当警察
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虽然离开了警队，但我始终保持着对那份职业的忠诚和信仰。这1年多以来，每当我监制北亚剧的时候，我都会回想起我曾经穿过的那身警服。最重要的是想你。你们3兄弟的感情一定很好吧？能给我讲讲你们的故事吗？大致了吗？10年前，我跟老程一起被调到武警特战队的时候，孙佳玉就睡在我的上铺。但那个时候，他是我最讨厌的。我这个人从小就爱冲老大，在武警特战队也一样。战友们看我各方面能力都很出色，家境殷实，人也仗义，免不了都跟我称兄道弟的。那时候孙佳玉离我很近，但态度上却是对我最冷淡的一个。后来我得知孙佳玉是个孤儿，他那桀骜不驯的性格让他在儿童福利院的时候经常惹祸。后来老院长担心他走弯路，才把他送到武警特战队，没想到却成就了一名出色的战士。训练场上，孙佳玉是个拼命三郎，队里只有他能和我一决高下。我们俩自然是不打不相识。有一次我找他那麻烦，还赶上了上级领导突击检查。本以为我这回处分是挨定了，我没想到孙佳玉主动承担了责任。因为那件事，孙佳玉被罚负重10公里跑。那天下着大雨，我看见他在训练场上一圈一圈的跑，回到宿舍半点月都没。我特别惭愧，也打心眼里觉得他是个男人。从那以后，我、孙佳玉和老程就成了好兄弟，几乎每天都要腻在一起。原本残酷枯燥的训练，也变得有意思了。一次休假外出，我们在商店看中了那款都鹏打火机，攒了3个月的钱才把它买了下来，还特意请人在上面刻下了我们3个人的姓。就在那一天，我们正式结拜。按照年龄，老程是老大，孙佳玉老2，我老1。半年后，二子因为盗窃公务被开除了。他几乎是用一种荒唐而可笑的方式离开。长达1年的时间，我们都失联了。在有他消息的时候，他已经面目全非，跟毒贩混迹在一起。那是我第一次觉得人生如此荒谬，怎么都想不明白，人怎么说变就变。1年后，我和老程一起考入了市禁毒支队，成为了光荣的缉毒警察。就在我想要忘掉二子的时候，我得知二子当年离开部队的真正原因
是到了邓坤的贩毒集团去当卧底。能被上级挑中去当卧底的，一定是最优秀的兵。我很开心，二子还是当年那个儿子。后来的事儿，你也应该听说。哎，我就是不甘心啊！我凭什么比二子差呀？我多希望，我就是当年那个最优秀的兵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都挺愧疚的。曾经发誓同生共死的三兄弟，以为一辈子可以不离不弃的三个人，一不小心就走散了，1/3就变成了永远无法填补的残缺。这个就是你开1/3的原因吧？我开餐厅是因为我喜欢吃。不过二子生前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海鲜。没想到你还挺深情的。纪晓，你第一天认识我，只要你有酒，个个都是故事。就你这身体还喝酒，老老实实喝果汁吧。时间不早了，咱们走吧。二子，走了，回见吧。对了，忘了给你介绍了，这姑娘叫纪晓欧，是你未来的弟媳妇儿，长得漂亮吗？你叽里咕噜在讲什么呢？啊！我跟二子说，你叫纪晓欧。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梨园大事件。众所周知，梨园1231特大杀人案一审已经结束，之前被锁定的犯罪嫌疑人严某已经被无罪释放。有消息称，杀人案死者并非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大学生，而是一名涉世很深的毒贩。而之前在媒体面前声称严某一定是凶手的死者之父，也因吸毒被拘。目前正在戒毒所接受强制戒毒。喂，小欧。喂，严生，振宇的新闻你看到了吗？今天一早就看见了，但这料不是我报的。我答应过你，不会利用战宇的身份炒作。会是谁走漏消息啊？庭审是不是没有媒体在场吗？这些记者也有可能混进庭审现场啊。这年头，他们为了炒话题，什么事干不出来啊？这帮揭露别人隐私的无良记者，人都已经死了，不能让人家走得安静一点。小欧，事已至此，你着急也没什么用了。要怪，也只能怪战宇自己犯了错。他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。死者的父亲刻意隐瞒了他儿子是毒贩的事实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是对大众的欺骗。他利用了大众的同情心理，引导舆论，从而引导整个案件的发展。知道了。我已经看过新闻了，我会让人去查一下，是哪个无良记者泄露庭审信息的。找到有什么用？美琴阿姨肯定知道了，战海龙也被抓了，他现在一个人可怎么办啊？要不我们吃完饭去看看他？美琴阿姨一直对你的误解很深，
现在战宇贩毒的事被爆出来，他一定觉得是你干的。你还是别去了，我自己去看看吧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我早就该过去看看他了，不就是被骂几句吗？没关系。再说了，你不是答应过老常这7天对我寸步不离吗？吃饭。你们是找李美琴的吗？阿姨，她不在家吗？别提了，她最近神神叨叨的，整个人都很不正常。这不，晕倒了，送医院了。您知道是哪一家医院吗？人民医院。阿姨，您醒了。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不跟我联系啊？我问过医生了，他说你只是血压有点高，身体有点虚弱，休养2天就好了。我怎么还不死啊？死了就一了百了。阿姨，你别这么想，我已经让我爸给您安排好了股骨头坏死的手术，钱您不用担心。小雨生前没有完成的事儿，我们帮他完成。不要提小雨，你口口声声说帮小雨，小雨死得那么惨，你为什么要跟那个杀人犯在网上泼脏水啊？阿姨，您真的误会了，网上的消息不是我们放出去的。那还有谁？他就是为了洗脱自己的罪名才诬陷小雨。否则，小雨怎么可能成毒贩？那么好的孩子，他怎么可能是毒贩？怎么可能是毒贩呀？那天在法院上，警方的指证你也听到了。我到现在也不愿意面对这个真相。我们都不愿意相信小雨是毒贩。可这就是事实。他犯了错，不代表他就是坏孩子。他一直在努力悔改，积极的配合严谨和警方查案，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自己。妈妈害了你啊，小雨。妈妈害了你，该死的应该是我呀，小雨。妈去找你，你等等妈妈，等等妈妈，等等妈妈，你等等妈妈，等等妈妈。
小雨，小雨，哎，来了。小雨走之前的这段日子，他特别不开心。他那么小小的年龄，身上却承担了那么重的担子。他一定不想让你觉得他是个坏孩子。姐，从小到大都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。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就是做你爹，我一定做一个令你骄傲的弟弟。姐，你对我们这么好，我想就像现在这样，照顾你一辈子。对不起。可能这就是命吧。吃饭吧。哎，你不吃了？我没什么胃口，先上去休息一下。哦，吃完饭记得把晚上任务完成了。刘伟终于出现了，是吧？刘伟昨天的确在西南边境外的小镇上出现过。你过来看，把它放大。我们的人经过跟踪调查，已经可以确定刘伟就藏身在这个镇上的一处地下作坊里。这太好了，那咱们赶紧申请，让境外警方协助办案吧。现在比较棘手的是，这个地区被当地的黑势力塞萨纳掌控，就算联络当地警方，他们也不敢介入。刘伟正是看中这点，才隐身在此的。刘伟跟这个塞萨纳很熟吗？不仅很熟，而且还救过他的命。塞萨纳已经下命令全面保护刘伟的安全。那咱们只能等等了，等刘伟离开那儿，再找机会下手啊。需要我们增援吗？暂时还不需要，我的人已经安插在了地下作坊的周边，我也会连夜赶过去亲自指挥。这次一定不会让他跑了。看着要下雨啊！下雨天好啊，下雨天就不用铁人三项了。不是给你的，我们一会儿要去戒毒中心体检，你需要空腹。这么快就到1周了？大哥，也有。
来了啊！吃只烟啊？8个包，8个包。等下。叫馬河車蒙興人。大哥，慢点儿，这个东西有点凶哦。哎，你要小点来。喂，陈大哥。体检报告收到了吧？收到了，刚看完。尿液检验呈阴性，各项指标都很正常，体重还长了3公斤。天天吃素，没接受啊？小欧，都是你的功劳啊！没有，还是严谨自己努力的成果。你让他接电话。这7天过得很滋润呢。那是相当的滋润。2件事啊，第1件事刘伟漏了，我们正在商量抓捕方案。他人现在在哪儿？境外，躲在一家地下作坊内，被当地黑社会罩着。我们一时很难下手，这线索还是小美人提供。刘伟身上肯定会有武器，你们一定要小心。你放心吧。第2件事，地餐那边已经安排好了，剩下的就看你的了。务必把人带到现场。OK， 知道了，辛苦了。真的有刘伟消息了？人在境外出现了，老生他们正在安排抓捕，但难度很大。希望一切顺利。要是刘伟能被抓住，战宇的案子就能水落石出了。是啊。好了，你体检合格，我监督工作也完成了，一会儿我收拾一下东西就走。小欧，第7天还没过呢，要走的话也是明儿走啊，对吗？今晚走和明早走有区别吗？有区别啊！你看这一周你付出这么多，我好歹做一顿大餐表示表示。咱们兄弟俩客气什么呀？山高水长，来日方长，有的是时间把酒欢歌。我好多地方都被带你去玩呢，再待2天就2天，就当度假了，你看行吗？严总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也有自己的事要忙。方妮儿那么粗心大意，店里指不定乱成什么样子，我也不能欺负一个孕妇啊。车我已经叫了，今天必须撤。不行，你不能把我一个人扔这儿。说好了在一起7天，少1分钟1秒钟都不叫7天。懒得听你唠叨，松开。不松，不松。你看天马上黑了，山路特别不好走，人家师傅过来，万一路上打滑，出了事故，那伤的不是一个人，是一大家子人。我求你了，小欧，明儿走吧，好不好？嗯。好吧，给兄弟你个面子，明儿再走。但明儿走你再拦我，我可报警了。行，啊。摄像头我拿走了，今天晚上不会再侵犯你的隐私了。唉，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睡了。这么早睡啊？困了，你也早点睡吧。是该早点睡啊。最近辛苦了啊，睡个美容觉好。着凉了呀？可能夜跑的时候风吹着了，没事，洗个热水澡就好了。嗯，晚安。晚安。
sunrise, reading our letters from the very first time, with all the memories. 妍姐，停电了。是啊，怎么停电了？这么好的别墅怎么会停电呀？搞死没了我！可能外边雨下太大了，把线路给吹断了。没事儿，怕吗？我不怕。行吧，那你早点睡吧。哦。你澡洗完了吗？没呢，别提了，刚洗着头，泡沫还没冲呢。没热水你怎么洗呀？在部队我都洗冷水澡，放心吧，没事儿。那你洗完多穿点衣服，别着凉。好，先睡吧啊。I can't stop loving you, my love. 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好像有点发烧，屋里没有空调，太冷了。我就想跟你们挤一块睡，两个人在一块暖和一点。怎么这么烫呀？不会真被我说中了吧？看来你背地里没少诅咒我。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找药。哎，不用了，我从小啊就不吃药。我捂严实点，出点汗就好。我发誓，我只睡觉，我什么都不做。那你转过去，转过去。真有你的，打着苦肉计的幌子来耍流氓。我都这样了，我怎么耍流氓？我喜欢你，能叫耍流氓吗？我一直以为你把我当兄弟呢。就你这勇猛无敌、怀揣绝技的样子，不把你当兄弟都不行。得了，我还是戴个口罩。赶紧睡吧。刚才谁说只睡觉什么事儿都不干的？不知道，不是我说的。你再乱摸我，我咬你了！咬啊！哥这人咬，可劲儿咬，随便你怎么咬。现在老实了吧？别使苦肉计了，赶紧起来！别叫了，我动不了。老板打个120。装什么装？赶紧起来！不就踢了你一脚吗？我没装，我腰动不了，快打120。你腰怎么了？骨
估计是钉子错位了。什么钉子呀？季主任，这是过去几年的病历和 CT 片。我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，但立刻送到医院，肯定是伤得不轻。估计明天凌晨执行是去不成了。老程，你赶紧跟那边联系一下，把计划推迟。我这边负责通知其他人。先这样。哥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都是我的错，我不知道他腰上有伤。好，先去看病。刚刚手术开始前，我哥跟我说，让我嘱咐你别担心，他命大，死不了。想知道我哥的伤怎么来的吗？当年他去山区执行救援任务，为了给搭档搭把手，自己从10几米高的云梯上摔了下去，3节腰椎粉碎性骨折。当时医生就断言他再也站不起来了，但他愣是咬着牙进行了1年的康复训练，让自己重新站起来。所以，不要把事情想得过于悲观。爸怎么样了？原来固定用的合金钉错位了，现在取出来。但是腰椎的第4、第5关节严重损伤，而且伤到了中枢神经。怎么会这么严重？不可能，我只是踢了他一脚而已。伤到骨头是小事，关键是中枢神经受伤，这会影响他走路的。目前也不好说，观察看看。没事啊，当初医生还说我醒不过来呢，现在不要好好的，就你这金刚不坏之身，躺2个月肯定能站起来。小陈说的对，这凡事啊不能只听大夫的，何况你还年轻，好好休养，一定能康复的。人也看了，咱们就别在这捣乱了。小欧，你好好的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给我打电话。那我就不送你们了啊。哎，我来了，好好休息啊，辛苦了啊。你想吃什么？我给你拿。我们看电影吧，我这里有《爱乐之城》。不看了吧，我都已经这样了，我再看一帮俊男靓女在那跳舞，可气添堵啊！你这只是暂时的卧床休养，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。不用骗我了，我什么都知道了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已经都这样了，不用自责。回家吧，我请一个护工照顾我就好了。回家吧。走啊，回家呀！不走，是我把你变成这个样子的，我要对你负责到底。不希望你可怜。我没有可怜你。那是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你。喜欢我啊？在别墅的时候，我可没看出来。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我要不是喜欢你，何必那么费心劳神的帮你打官司，帮你戒毒？我缺心眼儿啊！纪晓欧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为什么我每回碰你，我总会出点什么事儿，就跟被人诅咒了一样？这说明什么呀？
说明我们俩是天生注定的冤家，根本就不适合在一块儿。不是冤家不聚头，你还是认命吧。你这辈子也别想甩掉我。我刚差点就笑场了。看出来了，没看我一直看你吗？哎，小陈，他那腰没什么大事吧？有个屁事儿啊！那钉子早就该取出来了，一个小手术，在医院休养几天就好了。是严谨让纪晓鸥他爸故意吓唬纪晓鸥的。严谨这招也太坏了，也就欺负我们家小优善良。这要换了我呀，给我鸽子蛋我都不嫁。服了纪晓鸥了。什么鸽子蛋呀？我说不让你招他吧，你偏不听。这下好了，把人踹残了，想甩都甩不掉。他身子骨挺硬朗的，没准儿过2天会有好转。没准儿，也许，可能。万一他没好转呢？你就这么跟他耗一辈子吗？耗就耗，我乐意。老纪，你看清楚没有吗？严谨他真的是站不起来了吗？小欧那一脚怎么可能把人踹残了呢？他哪有那么大劲呢？这就是巧嘛。巧什么巧？哎，哇！做了2天乌龟，我才明白啊，原来做一只能够直立行走的灵长类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儿。让你折磨纪晓鸥，活该你一多动症变乌龟。你说你怎么想的？把人纪晓鸥他爸也拉下水，这不是挑拨人家父女关系吗？我真没想到老爷子能帮这个忙。唉，看来他早就认定我这个女婿了。我可是跟爸妈都立了军令状了，你这次要是再拿不下纪晓鸥啊，连我也得完蛋。你就放心吧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当中。哼。不过，看到小欧这么着急的样儿，我就有点心疼啊。我跟你说，你就多余演这出戏，还是好好想想怎么把他骗到利川吧。小欧，你回来了。严谨，你能坐起来了。啊，刚才护士说他伤口恢复的不错，可以试着坐一坐。你看，我就说只要。用轮椅推你出去散心。我想去利川。只要医生允许你外出，我一定带你去利川，好不好？你要去利川向严谨求婚？小欧，像婚姻这种大事，女孩子是不是应该表现得矜持点啊？都什么时代了，男人女人都一样。严谨受伤的这段时间，心情一直都不好。我知道他是不想拖累我，才故意说那些难听的话，但我怎么可能不管他？
刚开始那几天，我也很难受，但我现在接受了。老天让严谨折在我手里，就是想让我紧紧抓着他不放手，这就是命，我得认。在利川，我和严谨度过了最浪漫的几天，宁海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，所以我想在那儿向他求婚，希望你们能帮我。你也要在宁海？我也。我一个同事上周也在那儿被求的婚，那儿确实很浪漫。你打算怎么跟他求婚啊？其实我也不想搞什么大场面，就去之前我和严谨去过的一个酒吧，把楼上的露台稍微布置下就够了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希望我和严谨最好的朋友都可以去那儿为我们见证。没问题，你到时候只管把严谨带过来，求婚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。我就知道你会听我。说什么？纪晓鸥在利川向我求婚？你说你俩求婚都能想一块儿去，真是天生一对儿。纪晓鸥到底把自己当不当女人？求婚也要跟我讲？那你说我俩到底谁跟谁求婚？你是老爷们儿，但是你向人家求了，最终目标不变，作战路径需要调整。行，知道了。上一次你没住的观景房，这一次也可以住了。咱俩睡一间？对啊，方便我照顾你。不太好吧？又不是没在一张床上睡过。你放心吧，这一次啊，我不会对你下毒手。你休息一下啊。方大小姐，听你这语气，心情挺不错呀，一路挺顺利的。这么重要的一天，必须顺顺利利。你们现在在哪儿啊？出去了。哎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刚才什么声音啊？苹果怎么在地上呀？是啊，苹果搁地上干什么？不应该呀，这客栈评分挺高的。哎呀，小欧，憋不住了，替我上厕所。醒啦？你打扮这么美，我总不能拉低画面颜值。我行李箱里有套新衣服，帮我拿过来。你不用打扮，在我心里也是最帅的。这话从纪晓鸥的嘴里说出来，
怎么听怎么别扭。嫌我矫情了？我今天就想做一回小女人，你受不了也得受着。Take my hand in your hand, so I get to know all about you. Take me to the other side. I have you in my head, round and round. There is no more to hold, and we can never fall in love again. I will protect you. 吓我一个！在搞我吗 No one can hurt you. What if I become an incredible man? I devote myself to you, babe, and I'll never want to change my love for you. When you're tight and tight, there's no one you can trust. 就在这儿吃晚餐。你还没看过楼上呢。啊，楼上？我这腿脚不利索，怎么上楼啊？晚安好，季小姐。麻烦你帮我把他运到楼上去。没问题。哎，我有问题啊！他能抱动我吗？再把我给摔了，我的余生可就真在轮椅上度过了。你放心吧，他以前是市举重队的，徒手抱2个你都没问题。来。去年好像也是这个时候，你带我来丽川看的日出。还真是啊。你当时有任务在身，还能陪我谈情说爱，演技够好的。你现在这样，不会也是在跟我演吧？怎么会？你爸的话你都不信？你们女孩就是喜欢翻旧账。1周年快乐！1周年？咱俩成为朋友1周年啊！我还记得上次你带我看日出的时候，天还没亮就叫我起床了。是那天够早的。我记得啊，你在路上给我发了好大的脾气，然后倒头就睡了，像个小猪一样打着小呼噜。我都存着了。谁还没有一点黑历史啊？以后我的黑历史还多着呢。有本事你就全部拍下来，然后剪辑成一个喜剧片，老了以后拿来逗乐。唉，以后能不能拍，不知道。你还想把我甩了呢？我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。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。其实，上次看日出前的那个晚上，你抱我上床的时候，我没有睡着。晚安，丫头。最能演的人是你，你不会那个时候就喜欢上我了吧？这个答案你不喜欢？哟，这架势可以啊！有美女陪你共进晚餐，你还不乐意啊？来，这第一杯敬这美好的夜晚。这第二杯敬过去的2018年。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有开心的，也有悲伤的。但是你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爱。
还记得上一次你带我来宁海说过的话吗？你说人生苦短，要及时行乐。你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带着自己心爱的姑娘走遍全世界。你还说过，你这辈子只会骗我一件事儿，就是有一天你不再爱我了。上回来宁海的时候，我又能跑又能跳，可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。这只是暂时的，你只要努力康复，你一定可以站起来。那如果有一天我再也站不起来，那你就把我当成你的腿。只要有我在，想去哪儿都行。咱们俩开着房车，一起环游世界，一起远走高飞。只要我们俩在一起，就什么都不怕。等一下，在喝这第3杯之前，还有一件事儿。想你到无法呼吸，很无能力气朝你狂奔去，大声地告诉你，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。小难以想象，这可能就是爱情的力量。演，接着演。小欧，哎，小欧，哎，师傅开车。姑娘去哪儿？随便去哪儿，快开车。好嘞。小欧，别跑啊！第3杯还没喝完呢。快！你不是说你都准备好了吗？你人呢？我歌都唱完，你们人影都没有，跟那傻子一起耍我是吧？我们人早就到了，不
不就是宁海西边的伪酒吧吗？宁海西边，我在东边好吗？啊，东边也有一个呀？怎么还重名呢？我们这边也有个2楼露台，也能看到宁海。你现在在哪儿呢？姑娘，没事吧？师傅，你这是往哪儿开？你不是说随便去哪儿吗？我看你心情不好，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没事儿，谢谢你们。你在路边帮我停吧。着什么急？马上就到了。我让你停车。我让你停车，听到没有？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姑娘，到了，下车吧。月月，你们怎么也来了呀？是呀。你雅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延伸，就是啊，你们怎么都来了呀？当然是有大事儿了。Let me tell you a lie, I'm not loving you. There was a night you turned the music on. I wish I can stay in your arms till the end of time. I can't stop loving you. I can't stop loving you。我们在1/3团聚的那一天晚上，我找老程帮我安排的这个求婚仪式。原计划是在别墅那几天就找机会把你拐到利川来，谁也没成想出了这个意外。哎呀，我心里这个火啊，躺在 CT 室里，我想这可怎么办啊？利川都准备好了，我说去啊还是不去啊？后来迫不得已，我跑去说服你爸配合我演了场戏。我没想到咱爸这么有娱乐精神，一口就答应了，还嘱咐我说做戏得做全套，让所有人一块都骗你。我当时心里就想啊，这个老丈人我是认定了，不管纪晓鸥嫁不嫁给我，我都得喊他一声爸。你想得美！
Hurry, my lover, I'm still waiting for you. 季昭，我爱你，我一定要去，因为我知道你不想要那些无疾而终的爱情，我也一样。即便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，我心里从来没有放弃过你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尽快回到你的身边。 Let me tell you, I'm not loving you. There was some night you turned the music on. How she can stay in your arms 季昭，我愿意嫁给你。 I can't stop loving you. I can't stop loving you. My love, hurry, my lover. I can feel you near me, and nothing can hold us apart. So there's one thing I can do. I close my eyes and sing the echo of your name here. Let me tell you a lie, I'm not loving you. I miss the night you turned the music on. It was a melody you wrote from the day we met, and I keep singing along. I keep running back to you. Let me tell you a lie, I'm not loving you. I miss the night you turned the music on. I wish I can stay in your arms till the end of time. I can hold my heart, but I can't stop loving you. My干嘛？在我家楼下你还敢那么放肆啊？随便。哎，你等一下是不是要去餐厅啊？对啊，还多亏了季老板现在的生意比以前更好。然后我去看一下楼层。嗯，好，知道了。去。嗯，拜拜。妈，倒茶就倒茶了呗，手在那写我什么呀？闪瞎我！亚明啊，事已至此，你也别生气了，还是高高兴兴的同意吧。你个帮凶还好意思说呢？
别人变着法子骗你女儿也就算了，你这个当老爸的还积极主动，拱手相让，我要跟你离婚。你和我离婚又能怎样？小欧和严谨不还是在一起吗？他们已经相爱了，分不开。严谨他身份特殊，小欧跟他在一起，日后一定会经历大风大浪的。更何况严谨他有吸毒的经历，这就是一颗定时炸弹。我绝对不会让我女儿的未来有任何的闪失。严谨他已经戒了，万一他复吸呢？妈，你怎么就不能想想严谨的好？他都愿意为了我去死，在全世界你还能找到第二个对我这么好的男人吗？有啊，你爸呀。小欧，你没有做妈，你可能理解不了你妈的想法。你妈这个人一生都在追求完美，所以她希望你的婚姻也是幸福完美的。但这世界上哪存在完美的事和人？我身上有各种缺点啊。妈，你之前不是说过吗？只要我能嫁出去，你就烧高香了。现在可好，我终于能嫁了，你又在那推三阻四。我是为你好。又是这句老掉牙的话，最讨厌这句话了。哎呀，都好好说话啊！我呢，说下我的意见。我同意小欧和严谨结婚，但是严谨必须定期检查，我来监督。爸的主意不错，我同意。我不同意。我现在把话说到这儿，如果你执意要嫁他，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妈。又是情感绑架。那妈你也听好了，我和严谨是真心相爱，这辈子都不会变。你给我回来！你把话说的那么绝干什么？女儿是快乐的，难道不好吗？我是为她好，她怎么就不理解我呢？还有，刚才你说什么呀？你要跟我离婚又能怎样？行啊，你别较真行不行啊？我哪里较真了啊？你想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我错了啊，对不起。你怎么能说对不起呢？你没错，你们都没错，都是我的错。还没有抓到刘伟，所以严谨的推断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证实。我们会先把注意力都放在寻找作案工具和分尸现场上的。是的，李局，我会把所有的证据再重新排查一遍，看看有什么遗漏的地方。好，您放心吧。哎呀，怎么又上紧箍咒了？案子破不了，要换你不头疼啊。李局现在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，咱们得尽快了。上次让你调查严谨，现在什么情况？我把严谨这些年生意上有来往的人都查了一遍，确实发现了2、3个死对头，但是经过我们的明察暗访，发现这些人对他都有点怵，更别提什么杀人灭口了。我猜应该是跟他武警的出身有关系。最关键的是，他们不知道 KK， 也不知道战宇，更不知道纪晓鸥的存在。所以按照严谨的观点，刘伟仍是唯一符合条件的人选。哎，对，好，打那个，打！看你俩玩的，来，好。你以后别给他买这么贵的东西了，都把他惯坏了。就他这么大的小孩才能放肆的玩呢。哎，九芳，你看啊，现在的游戏机做的多好，还能看电影。以后你的老常在家就可以浪漫了。还浪漫呢，他这一出院又见不着他人了。爷爷，我成功啦！好，真棒！谢谢干爹。记住啊，每回最多玩半个小时，知道吗？哎，我一定得玩。哎，浩浩，小心点，你干爹的腰还没好呢。没事没事，来，这1年没见到我干儿子，来，再让干爹贴一下，来，你呀，赶紧跟小欧生个大胖儿子吧。大胖闺女我也行。行。干爹，你今天就住家里吧，我想让你给我讲故事。浩，别闹了，跟妈妈回屋睡觉吧。我就要跟干爹睡，干爹能给我讲好多好听的故事，爸爸从来都不给我讲的。
来，干爹给你讲故事。想听哪个呀？小狮子可以吗？小狮子可霸道了，大家都怕它。那小兔子很害怕。回来了。没吃呢吧？你煮碗面。不用，我不饿。他睡着了。喝水。别灰心了，他们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刘伟的确是个狠角色，当地警方带着我们的人冲进了他栖身的地下作坊，他直接扔了手雷，从地下通道跑了。伤亡严重吗？1死2重伤。牺牲的那个小姑去年刚结婚，他老婆下个月就要生了。我刚从他们家回来，看着小姑的爸妈和他老爸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开口。赵队会知道了，已经通知他了。吴队长抓东村花了10年，不知道这个刘伟我要抓多少年。我现在总算是体会到老婆的无助了。没办的，都他自己的命数。这老天爷啊，也不会回回都让咱们白忙活，也不会让刘伟次次都那么走运。咱们早晚会找到他。早点睡吧。都看了这么多遍了，还没看够呀？我自己老婆，我想怎么看就怎么看。谁是你老婆？我妈可还没同意呢。
哎呀，看来我还得向老冯多学习学习，生米煮成熟饭，这样你妈不认也得认。就你现在这身子骨，能行吗？嘿，行不行的，向我比划比划啊！够了。哎，放着，以后这种伤手的活儿你不准干啊，全部由我来。你不是号称自己那么厉害吗？除了这招就没别的啦。不过说真的，我还有点怕你妈。但丈母娘这么做也都是为你好，我理解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你怕的，真不容易。结婚啊，可是大事儿，必须得经过双方父母同意才行。咱们的婚礼可以慢慢筹备，但具体结婚的日子必须得经过丈母娘点头才能定，这样以后双方两家才能和睦相处。是啊。可是我妈现在就油盐不进，怎么办啊？看来我得把丈母娘哄开心了才行。我只能靠她了。这爱炫富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？我知道该怎么办。还是我媳妇儿厉害。行，我给咱妈先包一束花。算了吧，就你那审美。女士，您看这力度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再重一点啊。妈，舒服吗？在这个最好的 SPA 馆，享受最高级的美容，能不舒服吗？您要喜欢的话，我给您办张卡，您随时过来。哎，无功不受禄啊！谁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您10月怀胎把我生下来，辛辛苦苦把我养大，还没功劳，合着我孝敬我亲妈还成我的不是了。你少气我2回，我就能多活10年。卡办好给我爸得了。哎，还是我来吧。你爸这张老脸啊，基本上没救了。得。清蒸海鲈鱼，请慢用。来妈，咱们俩难得单独在一起，这20多年辛苦您了，这杯酒我敬您。小欧啊，你孝心妈懂了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咱们好好的聊聊。你和严谨一起经历过很多的事情，妈知道了。但你俩毕竟认识才1年，两个人成长的经历和生活的环境都是截然不同的。你不怕他有钱就不靠谱吗？我就纳闷了啊，你爸科室里那么多年轻的医生，你怎么一个都看不上呢？好呀，那我就找个医生，然后也去医院上班，咱们一家子住进医院。妈，严谨他现在是个商人，但他以前是个警察，他父亲也是军人出身，从小家教严格，行为作风比我还端正，绝对靠谱。无非就是那个嘴巴爱耍点贫，平时不好好说话。但是他高颜值，身材好，全中国就这么一个严谨，被我给捞着了。哎呦，你还是我女儿吗？啊？我
这儿在跟您说正经的，你能不能认真一点呀？那之前他跟我回家的时候，你不是对人家挺热情的吗？好，之前你把他带回家，你不是也是冷冰冰的吗？妈，咱们家就您最深明大义。我知道你所有的担忧都是为了我好，但是严谨这个人到底行不行，你不得见了认识了才知道。你好歹给他个登门拜访的机会。如果到时候你觉得他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不用您说，我自己就给他踹了。把手给我。你确定？你真的爱他吗？我确定。周末见了再说吧。妈，你同意啦？妈，你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妈，你多吃点啊！大虾大虾。你是去看我妈，还是去我们家摆地摊呢？我第一次以未来女婿的身份去你们家，我肯定得表现一下。礼物不在于贵，在于用心。我可是心肝脾肺肾我都走了一遍。这赵雅敏女士还在更年期，指定出什么幺蛾子。她要是 diss 你的话，千万要忍住啊！放心吧，就没有拿不下的高地。今晚啊，就把你们家当成敌方的司令部，一定给他攻下来。慢慢聊啊。对，好嘞。来，小燕，哎，喝茶。谢叔。来就来了，还买那么多贵重的东西干什么？下回不允许啊。妈，我好不容易带严谨来一趟，你就让我们吃这个呀？金莲花怎么了？啊？抗癌的，吃这个委屈你了吗？来吃饭了。好，吃饭。好。吃饭。人家小燕来，你不能一水的青菜吧？哎呦，真是亲爷俩，吃青菜怎么了啊？吃素对身体好，排毒养颜。坐吧。哎，叔叔坐。那你也不能把昨天剩的炒饭给端上来呀。昨天晚上的炒饭怎么了啊？放一晚上没事的，不吃就浪费了。哎呀，真要是自己人，还在乎这个？小伙子，你说呢？非常好。爸，严谨，我们去下馆子，欺人太甚。行。哎，叔叔坐，坐。阿姨说的对啊，虽然啊咱们现在的生活好了，但咱们还是要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。只要是一家人和和睦睦的坐在一块吃饭，剩饭剩菜也都是满汉全席。但是阿姨啊，咱们4个人，这桌上恐怕菜有点少。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我炒2个菜去。够了。怎么？你看我干嘛？
错不错，亚明你尝尝，和饭店一个味儿。还不错，我还以为你连方便面都不会煮呢。我小时候啊，我爸妈在部队里忙，我从小就跟我妹做饭。哎，你别看她现在瘦得跟猴似的，小时候被我喂的那就一个肥。以前我在队里的炊事班待过有半年，什么煎、炒、烹、煮、炸、爆溜、炝、煸、焗，我每样都会那么一点，要不然怎么开餐厅呢？我要感谢叔叔跟阿姨生了小欧这么好一闺女，让我遇到她。以后，你们二位要是想吃我做的菜，我可以每天都过来给你们煮，只要你们不嫌弃。8大菜系随便你们点。那好啊，之前小欧就说了，说你样样都会。勉强会那么2下。啊，既然你这么能干，待会儿帮我把阳台的玻璃擦一擦啊。没问题吗？啊，阿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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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饭吧。哎，去。Take my hand in your hand, so I get to know all about you. Take me to the other side. I have you in my head, round and round. There is no more to hold, and we can't help but fall in love again. I will protect you. 妈，是我。来，阿姨，我帮你们拿。What if I become an incredible man? I devote myself to you, babe. 这按摩椅太占地方了，你就不能好。Change my love 多少钱呀？你坐。小杨，哎，叔叔，这按摩椅，叔叔来试试。哎，我来试。哟，你别坐，别坐了呀！我这你怎么这样呢？这样啊。To make it better, feel me again. 来尝尝，小严他三亚的朋友带过来的，整整1箱。真的挺甜的。那你就多吃点。我看小严这个人啊，很热心。这几天啊，鞍前马后，忙里忙外，还真没他不会的。小欧嫁给他，绝对是享福的命。我看你啊，差不多得了，别再折腾他了。这才几天啊，你就盖棺定论了？一辈子长着呢，我们得好好的考验考验他。哎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这小严啊还真不错。他和小欧都是倔驴脾气，2个强势的人要想过一辈子，必须有一个人妥协。他要是能接得住经过这2天的考验，以后小欧再怎么折腾，他都能受得起。都听您的，您说的都对。听我的准没错。好嘞。哎，您让开一点。啊，你帮我拿上。好。哎呀，哎。终于跟咱妈搭上线了，你是不是得趁热打铁，把她拿下？你不是说不着急，慢慢来吗？哎，别提了，我爸、我妈还有严慎那个小妈，天天催我，问我什么时候能带他们见到你父母，聊聊结婚的事儿。我一激动，我就说3天之内就能搞定。3天？你这吹牛习惯什么时候可以改？改，我一定改。但我牛已经吹了，你不得帮帮我？那我也不能保证我妈3天就点头呀。哎，要不然这样，最近啊，
你多回回你爸你妈家，好好把老佛爷伺候好，顺便放个大招什么的，没准儿3天就搞定了。还放大招呢？就老佛爷现在这态度，我连使点小伎俩他都没兴趣。你是他女儿，你开心，他就无计可施。那我就回家表演一下开心。不用演，咱们俩就在你妈面前视频聊天，让她知道咱俩有多甜有多腻。没准这个事儿根本就用不了3天。那我就回家乐呵乐呵。行，乐呵乐呵。哎呦，你什么事那么好笑啊？啊？你未来女婿说话特逗，要不要我给你读读？哎呀，你给我少来啊！你今天真的不回店里了？不回了。你女婿说啊，他来看店，让我好好陪你们，懂事吧？哎呦，你也没陪我们呢，你还跟他发信息，一口一个我女婿的，你离了他活不了了吧？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什么叫因为爱情而丧失自我。他打视频来了。亲爱的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好想你。老纪，我要炒一盘鸡皮疙瘩。哎呦，真是。喂，严姐，好久不见。这几天餐厅生意不错呀。喂，媳妇儿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的计划成功了。老佛爷下懿旨了，叫你回家吃饭。你晚上早点过来，帮忙打打下手。今晚要吃饭，那恐怕我去不了。什么情况啊？有事吗？店里面有很重要的事要做，要不然咱们改明天，你看行吗？是工作重要，还是咱们俩婚姻大事重要？赵亚明同志亲自下厨请你吃饭，就这么一次结婚。你要是放他鸽子，咱们俩就彻底完蛋。媳妇儿，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儿，现在不方便跟你说，等见了面一定给你汇报。你不会是跑去查案了吧？没有的事儿，媳妇儿体谅一下啊。就把时间改明天吧。我先挂了。
严谨应该到了。打电话。哎，喂，陆少，我到雪山公司了。可刘伟始终没有出现啊。我在想，他会不会是别有用心，有其他的目的？中计了，什么意思？前两天一直有辆车跟踪我，到过小吴家楼下。那个人应该就是刘伟。刘伟跟踪你，是我大爷，他以为是赵定圭的人。刘伟他不会自投罗网，他约我谈到富贵，一定另有所图。他肯定想调狐狸山把我引开，而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到小吴家报复，或者是为了救小美人。严谨，小美人今天早上已经被抢劫了。我怀疑他已经去了小吴家，你们赶紧派人过去，抓紧时间。你带兵就留在生产公司，如果刘伟出现，第一时间跟我汇报。各部门注意，计划有变。我请他吃饭，还得他来定时间，真有意思。小欧，你赶紧跟他打电话，让他明天别来了。不伺候。小严不说了吗？他有事儿，你就不能通融一下？就是，不就吃顿饭吗？哪天吃不一样？妈，你就别较真了啊。喂，你在哪儿？在家呢，老裴正在生你的气，我在安抚他。我这边事儿处理完以后，我争取晚上回家吃饭。怎么晚上又能吃饭了呀？你逗傻姑娘玩呢？你是挺傻，但傻得可爱。行了，先这么着啊。来的比我预计的要快。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是个聪明人，我想干什么，也很清楚。小吴家住几楼啊？14楼。
程警官，你命够硬的，这么撞都没把你撞死。刘伟，我劝你不要再胡作非为。你们警察就会说这一句啊？有听的吗？我和严谨现在在季好家的天台上，好久没见了，一起来叙叙旧吧。通知特警队过来支援。好。不就是叙旧吗？何必搞这么大阵仗？严谨，咱俩也算是过命之交。你这马上要结婚了，好歹我也要来看看新娘子呀。现在插播一条快讯：4月26日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梨园市103特大贩毒案主谋杨玫瑰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裁定，并将其押赴刑场进行了枪决。39岁的杨玫瑰，绰号小美人，是本市具有黑社会性质。哎呦，那个女毒枭被枪毙了。小欧，就是小严之前卧底的那个贩毒集团的头目。团伙打着水产公司和娱乐场所的幌子，进行毒品制造和贩卖运输。现在什么情况？严谨在天台被刘伟给劫持了。犯罪分子是否持有武器？这个还不敢肯定。来电话了。刘伟，程警官，看来你们都到了，赶紧上来吧。记住，只能你一个人来。好，你等着。林局，我上去了。一定注意安全，随时汇报情况。明白。我跟你去吧。注意安全，小心点头。狙击手，就位。是，林局。严谨被刘伟劫持，刘伟手里有枪，一定要控制时机，不要轻易行动。明白。刘伟，可以了，程警官，别离我太近了，把枪放下，放下，扔远点儿。刘伟，你冷静点儿。严谨做卧底是我的安排，想报复你冲我来。我确实有件事情要麻烦程警官，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。2个小时之内，把小美安全地带到这里，再准备一辆加满油的汽车，确保我们安全地离开梨园。如果你能满足我这些条件，我保证不动你兄弟，还有他那个女人一根汗毛。1号到位，2号到位，3号到位。是否能够看到目标？1号看不到，2号看不到，3号只能看到严谨。严谨和障碍物挡住了狙击手的视线，目前无法击毙刘伟，设法让严谨引他到射程范围之内，以便狙击手将其击毙。怎么样，程警官？想好了没有？说话。刘伟，你已经被警方包围了，你与其在这儿费尽心思，还不如缴械投降，没准老程可以让你跟小美人活着见一面。你他妈还好意思说？小美对你那么好，你却把她给害了，你他妈对得起她吗？一个毒贩，
我有什么对不起他的？你早他妈不是什么缉毒警了！我告诉你，一日为警，终身为警。毒品害人，我最好的兄弟也是被毒品给害死的。我这一辈子，就是跟你们这帮贩毒的过不去，有一个抓一个，有一窝断一窝。刘伟。 哎呀，来与不来啊，我都得给你们家严公子备上菜。哎呀，妈，你能不能别总像小孩子一样置气？严谨他今天真的是有工作要忙啊。哎呀，你别碍我的事儿，来，要不你摘菜啊？程警官，能不能办到我的条件？刘伟，能。我现在就派人把小美人送过来。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：离开天台，不要伤及无辜。无辜？他，还有他那个女人，你们这些人哪一个是他妈无辜的？ 要不是因为你们这帮人，我和小美会落到这个地步吗？刘伟，你真就是一条疯狗。我今天一定要抓住你，哪怕是一命抵一命。严谨，你错了，我是一条命，但你们不是。 你弄这么个假盒子，你找不成的。你要不要试试？刘伟在天台准备了炸弹，我看是 C4，立刻进行人员疏散。快，通知排爆大队，是对这两栋楼进行全员疏散，快！是。 怎么回事啊？现在楼上有炸弹，我们现在立刻撤离这里，快开门啊！